各位朋友，我一直以来呢就劝中国政府呢在南海狠狠的把菲律宾给揍一顿啊，震慑这帮宵小，台湾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是吧？但是呢有人说中国不敢啊，中国是属于练龟息功的，是吧？忍功了得呀，但是中国的忍功再了得，你也这个赶不上这个菲律宾的这种作大死啊！菲律宾现在是本着只要作不死就往死里作的这种态度跟中国叫板，中国还能忍得下去吗？色字头上一把小刀，忍字可是心头上的一把大刀呀！我个人认为中国真忍不下去了。我这个油管的1号野生国师的预言，先打菲律宾，我感觉近期就会实现。为什么呀？你隔不住菲律宾呀，他就往死里作呀。根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惊现5具反华棺材啊，是菲律宾的首都圈惊现了5个装有反华信息的棺材，其中包括针对中国领导人和政治高层的攻击啊。路透社报道，菲律宾警方8月7号在马尼拉都会区多个地点发现了5具棺材，其中1具就放在中国大使馆以外。这些棺材带有反华和反菲律宾共产党的标语，其中1具还印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的照片，以及贪婪的字样。菲律宾的警方尚未确定肇事者的身份，中方就此事向马尼拉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赶紧的破案，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棺材意在挑拨菲中关系，但不会破坏两国之间的稳定关系。这中国大使馆那位说，这又练起了龟息功了吗？我个人认为，这个中国解放军现在已经做好了军事打击菲律宾的准备了啊！我们先看看几个迹象，你就知道了。菲律宾这边呢，算盘打得很清楚。近段时间呢，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密集开展，美国的航母、轰炸机多次出现在南海。美方的政客反复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覆盖南海，这份外部的撑腰呢，让菲猴子误判了形势，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资本搞小动作菲律宾呢，这一次呢，偷偷的给马德雷山号又续命了。往次呢，最多的就是偷偷夹带水泥、钢筋来修补内部的腐蚀的舱壁，顶多小打小闹室内装修，对吧？你就算中国发现了，只能针对性的拦截运送建材的船只。这次呢，人家猴子直接把加固工程搬到了舰体的外面，几艘小型的橡皮艇借着台风过后的海面乱流的掩护，悄悄地绕着坐滩的军舰来回穿梭。施工人员戴着安全帽，在礁盘上砸下了钢钎固定桩，手腕粗的新缆绳一头拴住舰体，一头死死地锚在了礁石上，舰身四周还拉起了一圈橙黄色的隔离浮标，硬生生的在礁盘上人家圈出了一片区域看到了吗？这又把那个破船给加固了。那位说，那中国啥反应啊？中国反应是登船检查抓人了我这个消息国内没太报道是这样的。8月6号的时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那个44米长的那叫什么马拉帕斯卡号的巡逻船，在黄岩岛以东23海里的位置，硬是没敢再往前拱一步原地兜了2个多小时圈子，最后掉头往菲律宾本土方向灰溜溜的开回去了，是吧？那为什么不敢碰瓷儿了呢？那怎么也得赖上几天给你周旋呢，对吧？这回跑的这么干脆呢？是这样的，8月1号中国公布了生效的海警法配套新规，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未经批准闯入中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舶，海警可以直接登船检查，甚至可以扣人。过去中国海警喊请离开那是客气，现在法律升级了，那就是一把开了刃的刀，谁撞上来谁流血。很多人不太理解登船扣人这4个字分量有多重。过去呢是用水炮，现在呢就是用跳帮了直接跳过去控制你的控制台，把人带下来海警以后就有权上船抓人了。8月3号那天，中国的海警3303舰、3105舰在黄岩岛的西湖入口处拦下了一艘试图趁夜摸黑摸进来的不明渔船，还能是谁的呀？根据官方通报，船上的人拿不出任何合法手续，执法人员当场登船，把人和船一块押回了永兴岛接受调查。这是新规生效以后在黄岩岛实实在在的动真格的了。朋友们看到了吗？所以说菲律宾那个海警船没敢再往前靠一步，而且呢传来的消息是中国的海军已经在黄岩岛周围布置好了军舰，甚至是打美国航母的力量。黄岩岛海域出现罕见4舰编队 052D、054A、056A 和071，各司其职。3道防线搭配登陆舰清场预案，菲方的任何战术都在解放军预料之中。近日有西方卫星照片拍到，中国海军在黄岩岛附近海域部署了多达4艘作战舰船，分别是一艘 052D、一艘 054A、一艘 056A 以及一艘071综合登陆舰。单看舰船数量，整个编队的规模并不算小。黄岩岛固然是中非热点对峙海域之一，但能让中国海军一次性出动4艘舰船待命的情况并不多见。编队构成也很奇特，驱逐舰、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综合登陆舰各一艘，没有形成常见的作战体系搭配组合。西方专家认为，这4艘舰船是中国海军在黄岩岛问题上底线思维的具象化体现。形态各异、用途广泛的4艘舰船分别对应4种现场局面的反制手段。056A 轻型护卫舰是黄岩岛编队里最小的船，也是使用灵活性最高的船。虽然菲律宾海军是搅动黄岩岛局势的始作俑者之一，对峙一线却很少出现菲律宾海军的正规军舰，反倒充斥各种巡逻船、橡皮艇。菲律宾海军本就没有多少水面作战舰船，性能超过 056A 护卫舰的船一只手数得过来，日常对峙期间能派到黄岩岛海域的部队实力往往大打折扣。因此在菲律宾海军主动升级态势，派遣更多水面舰艇介入黄岩岛问题前，部署成本远低于 052D 驱逐舰的 056A 轻型护卫舰配合海警船，足以应付大多数对峙场景。如果局面发展到 056A 和海警船镇不住场面，那么就轮到 054A 护卫舰出场了。菲律宾海军缺船是真话，但前面也说了，他们手里确实拥有一批性能超过 056A 的新锐舰船，例如2600吨的何塞黎沙级巡防舰、3100吨的马尔瓦级巡防舰。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还达成了日方赠予一艘 R5A 级护航驱逐舰，并低价出口7艘 R5A 级的军事合作意向。该级舰满载排水量2900吨，武器配置和 056A 不相上下。此时一艘4000吨级的 054A 护卫舰就显得格外重要。该舰的综合性能全面领先菲律宾海军当下以及未来可能装备的所有水面舰船。如果菲律宾海军打算派出主力前往黄岩岛闹事， 054A 会凭借优异的性能正面将其击退。当然，在黄岩岛周边，中国海军要应付的对手不只有菲律宾海军，美国海军也是潜在威胁。伯克级驱逐舰有过多次抵近黄岩岛海域航行的记录，美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等也会时不时游荡在周围空域。052D 驱逐舰就是中国海军反制美国军事挑衅的底牌，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在数百公里距离上发现并锁定图谋不轨的美军舰船和军机。船上的鹰击20反舰弹道导弹和海虹旗9远程舰空导弹更是一种无声的警告，震慑美军舰机不要轻举妄动。如果美军舰船试图打着航行自由的借口靠近黄岩岛，052D 驱逐舰也可以和伯克级玩你追我赶的游戏。中国海军这边还有 054A 护卫舰打配合，足以压制美舰的挑衅行径。至此，中国海军已经在黄岩岛周边布下3道防线，届时无论是菲律宾海军还是美国海军，都难以在与中国海军的对峙中讨到便宜。美军每一次抵近黄岩岛的试探，都会变成一次成本高昂、收益有限，并给自己带来巨大心理压力的赔本买卖。既然 056A、054A 和 052D 就能在黄岩岛周围展开密不透风的防线，那071综合登陆舰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西方专家分析认为，如果前面的部署体现出解放军对把控黄岩岛局面的任务胸有成竹，071船坞登陆舰则代表了解放军的底线思维，是避免最坏情况出现的最后通牒。菲律宾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曾多次组织橡皮艇、快艇小队冲击黄岩岛领海，虽然每次都被拦截，但如果菲方若组织几十艘散开的橡皮艇或快艇进行蜂群式饱和冲闯，1、2艘漏网之鱼强行冲上黄岩岛的可能性理论上始终存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难点在于把非法登岛的菲律宾人赶下岛。056A、054A 和 052D 的舰炮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控。071综合登陆舰的存在恰好为这个最坏情况提供了最专业的解决方案。071可以搭载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必要时可配备防爆盾牌、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电击枪以及网捕器材，通过直升机、空中锁降与气垫艇快速登滩，对非法冲岛的非方人员形成立体包围，迅速控制现场。071最大的优势是它可以充当一个前沿基地，部署数百名陆战队员以及配套的轻重武器、2栖车辆、登陆艇和各类快艇，并且长时间待命执勤。中国海军用驱护舰在黄岩岛海域构成了拒止体系，071则构成了清除体系。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任何行动，无论是巡逻、对峙、冲击还是登岛，解放军都有预案。071的存在就是告诉马尼拉，你们可以尝试任何你们能想到的战术，但无论你们做什么，结果都不会改变。菲律宾这回真知道怕了。8月5号，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发言人说，已经建议渔民暂时避开黄岩岛海域。你知道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向来就是哪怕撞破头也要喊冤啊，这种表演型的打法，现在连喊都不敢喊了。这次他意识到了，中国这次可没跟他要开玩笑啊！未来南海博弈的形势彻底变了，不再是那种猫捉老鼠的皮影戏了，把中国的2名烈士也都给是吧损失到南海了。以后不能再这么干了，主动权抓在了中国手里边，该打了，忍不了一点吧，各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